其实你不用怕的，我不让你脱裤子啊，你松开皮带，我就可以帮你补了。不好意思，怎么好意思让你做这种事情呢？你今天不让我搞啊，你真是出不了这门口了。喂，你们两个在搞什么 ？Sorry 啊，红叶，我拦不住他。而且我们又不知道你们在这儿。洪定威，你骗我说去澳门，你竟然和他在办公室，你们好恶心呐！我没有啊。你偷心也找个像点样了，我也输得心服口服啊！你竟然这么贱，找了个大神，你没品位！是啊，你现在看见了，他是宁愿要大神，也看不上你啊，自己检讨一下。我才没你这么贱呢，竟然在办公室乱搞！是啊，我们就是喜欢乱搞啊，那怎么样？你变态啊！滚开！哎呦，哼！你们老板太离谱了！我去拿针线。喂，你们俩还愣着干嘛？快点出去做事，出去做事吧。喂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从来没见过娜姐又生气又委屈的。娜姐呢看见了美丽姐呢，这个其实是美丽姐和红叶在房里偷情啊！啊，不是吧？哦，难怪美丽姐为了红叶想卖楼啊！但是红叶她也能说变就变啊，真难理解。了解，我也不理解。哎呀，你又听见了？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红叶？其实我要比他年轻啊！你呀，哎，虽然红叶是吊儿郎当，但他有真材实料的，只不过被停了牌，没有用武之地吗？难道我不吊儿郎当吗？阿姨的情意结虽然怪了点，不过女人不一定喜欢漂亮的男人，反而喜欢有本事的男人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美丽姐，哎，不要问我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哎，你站那儿别过来！我刚才收到一封信是你的，你要不要的话，我把它扔掉了啊。哎，我的信。我收到律师信。啊，喜欢你的时候呢，就什么都行。好了，知道没机会发展下去了，就以前说过的事全都不算。你说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么坏啊？你说伟明还是我？你有坏事让我说吗？我说话可算话的，我说做朋友就是做朋友了，我真是没有其他用心的。你说到哪儿去了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说。我既然叫你来，当然是想你帮我了。美丽姐现在被个坏男人告，我们一定要帮她的。哦，坏男人是另有其人啊！吓死我了，真是。进来，美丽姐。嘿，坐。坐。我叫乐斌来，因为他曾经跟过这类案子，所以可以帮到我们。谢谢你们。哎，自己人客气什么？美丽姐，到底整件事情是怎么样的？我听青灵跟我说什么坏男人。是啊，那个真的是坏男人啊！他这……你需不需要我替你说啊？我可以。7年前，这个男人他说送层楼给我，我们一起住了1年之后，他就去了新加坡，以后再也没有回来。谁知道现在一回来呢，他就要收楼，还要收我7年的租金呢。他要我拿几十万，还要赶我走啊！你说有没有这种道理啊？对方已经出了律师信，他们不会罢休的。那层楼的屋契有你的名字吗？没有啊！如果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这么反复的人，我当初不会那么笨，说不用写我的名字。啊，美丽姐，你别介意我这么问啊，就是你和那个男人的关系不止朋友那么简单啊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总而言之，那个男人亲口答应过美丽姐的，口头承诺也有法律效力啊。OK， 我明白。既然你和那个男人认识，干脆约他出来，看能不能和解，好过在法庭见了。我不想再看见他。你放心吧，美丽姐，有我和乐斌陪着你，没事的。美丽姐，一会儿吴先生跟他的律师来了，你一定要记住冷静一点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帮你争取不用交那7年租金的。不过至于那层楼，因为没你的名字，可能难一点。青灵，吴先生和他代表律师来了。伟明，我是吴俊文先生的代表大律师 ，Richard 转了我做诉讼人。你说话不算话，你简直坏死了！我什么时候说过送层楼给你啊？真是不害臊！是你说话不算话，你厚颜无耻！哎，等等，
我们大家坐下来慢慢谈，好不好？好，冷静点。我想再一次重申我当事人的要求，他只要求美丽姐你一次交清7年来的租金，而且立刻搬走，那就不用上法庭解决。伟明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现在是他说话不算话，不是我撒赖不走。你要把整件事情搞清楚啊！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还在耍无赖？什么？美丽姐，我先陪你出去一下，来。我上辈子不知道缺什么德了，会认识这种人。啊，吴先生，你之前和美丽姐什么关系呢？我想你心里有数了。你当初是说送层楼给她，7年后又说要算租金，做男人做成这样，你是不是有点那个了？哎，除非你肯让步，否则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美丽姐不是贪图那层楼，她很愿意把楼还给吴先生，但如果要追回7年的租金，似乎很不合理。吴先生在新加坡和老婆离了婚，现在回到香港，要房子住也需要钱用。你听见了？怎么说，吴先生和美丽姐以前也是好朋友啊，这么做是不是太绝情了点呢？我想应该搞清楚吴先生和美丽姐是业主和租客的关系。看来我们是谈不拢了，法庭见。伟明，你旅行完之后好像很精神似的。伟明，我们先走了。是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很久没有吃过饭了，干脆4个人一起吃饭。我没空，下次吧，拜拜。唉，不用这么失望哦，还有我们俩陪你吃饭吗？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啊？没有啊，伟明好像旅行完之后好酷似的。人家不跟你吃饭就说人家酷。也许他真的约了人呢。啊，希望是这样了。去吃饭吧。来，你每次都吃这些。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先生几位？2位。咦，怎么伟明自己一个人来了？他不是说约了人吗？我过去叫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吗？好啊，好好。伟明，思佳，你们也来这儿吃饭？是啊，你过去和我们一起吃。不了，我约了朋友。虽然大家打官司打对台，也不用连吃饭都回避吧？你不会觉得我这么小气吧？我真的约了朋友。你可别现在 call 他来啊。不用 call，来了。Hello， 伟明。Suki。这位是。哦，我旧同事思佳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不妨碍你们了。拜拜。坐。哎，你男朋友 Michael 呢？他没空，叫我来拿照片。不讲话。叫你别喝那么多柠檬水了，现在酸掉牙了吧？还耍我？其实伟明认识了新朋友也是好事，证明他已经没事又开心了。那倒是，自从樊叔出事之后，我还没见他笑过。申索人吴俊文是水仙花大厦35楼基的业主，答辩人李美丽因为强行霸占该单位不肯搬走，所以我代表申索人向答辩人追讨过往7年来的租金，合共港币42万元，并要求法庭颁布收楼令。我代表答辩人强烈反对。这层楼是申索人答应送给我当事人李美丽的，大厦的管理费、维修费这7年来全部由李小姐支付，由她履行业主的责任，所以李小姐才是业主。欠租的问题根本不存在。答辩人说7年前和你同居，并且把那层楼送给了他，你怎么解释？不可能！我认识李小姐的时候，我已经结了婚，我怎么会跟她同居呢？更没可能会送层楼给她。就是说，你把那层楼租给她之后，你自己去了新加坡。这7年来，李小姐根本没有交房租给你，对吧？没有，她白住了那层楼7年。到现在还霸占着不肯搬，就是说你和他的关系就只是业主和租客。没错。吴先生，你有没有收过我当事人的租金呢？没有，他从来没交过租。那你有没有追过租金，或者发过律师信给他？没有。你倒挺阔气的，整整7年你都可以不闻不问，为什么现在才追租金呢？最后问你一个问题。在李小姐搬进去住的期间，你有没有去过那层楼里过夜？
吴先生，那栋大厦有很多邻居可以作证，你最好老实回答，有没有？在开始那年，偶尔有去过夜。那就是有了。你刚才否认和李小姐曾经同居，说和李小姐只是业主和租客的关系，就是说谎话。你说吴先生答应把那层楼送给你，对吧？是他亲口跟我说的。楼为什么不转成你的名字呢？我当时跟他在一起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感情，并不是为了楼。所以我跟他说，房子转不转成我的名字并不重要。没想到他翻脸不认人，要收我7年的租金，把楼还给他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7年前你和他有同居关系？是。我当事人那时候已经有老婆了，你就是第三者了。你明知道人家有老婆，为什么你还要粘上去呢？反对，反对控方对我当事人做出人身攻击。法官阁下，李小姐和我当事人的关系绝对有可能解释到为什么她不肯搬走。反对无效。李小姐，你之所以站在那儿不肯搬走，是因为你想黏着吴先生抢人家老公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根本就没这么想过。我认识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有老婆，我后来才知道的。当你知道了之后，你更加想了，对吧？不是，我知道了之后，我叫他立刻回新加坡，跟他老婆搞清楚关系，再回来找我。他走了之后就再没回来，想不到再回来的时候，却要向我收楼，收7年的租金。一个以前曾经口口声声说爱我的人，为什么可以对我这么绝情？法官阁下，我问完了。本席宣布休庭15分钟。你说别人会怎么看我啊？我现在无缘无故做了狐狸精呢，勾引别人老公啊！他为什么要这样冤枉我？你不要这样了，美丽姐，你当时也不知道他有老婆的，是那个坏蛋骗你吗？你才是受害者呢。那个姓吴的骗了你还不承认，男人里他算贱的了。是我自己笨的，我笨在我自己瞎了眼，我笨到现在才知道那个家伙那么厚颜无耻。你放心吧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你别这么激动啊，就要开庭了，我陪你去洗个脸啊。伟明早就叫你实话实说了，你又不听。哎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会隐瞒我们的同居关系了。现在你让法官扣了分呢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哎，干脆我们谈和解吧。你镇定点，就算现在法官知道了你们的关系，不代表那层楼就送给他。啊，大律师，我的赢面有多大？会不会赢啊？总之，我们一定不会输，一定要赢。这封信是7年前吴先生写给李小姐的情信，里面清楚写着：“我买了层楼给你住，以后呢不用烦了。”这句话可以证明，申索人买这层楼是要送给李小姐的。答辩人律师根本是在断章取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买了层楼给你住，以后就不用烦了，中间并没有标点符号的。而我当事人的意思是我买了层楼给你住，以后就不用烦了，里面的意思很清楚的说明是让你先住着，并不是送给你。反对。如果控方说信里面那句话中间没有标点符号的话，那么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根本就是自相矛盾。是小姐，你们那天在律师楼老板的房间看见些什么？我看见美丽姐跟红爷在房间里。他们俩到底在做什么？你不要忘记你刚刚发了誓，请你如实回答，不可以有隐瞒。我看见美丽姐她拉着。证人，请大声回答。我看见美丽姐拉着红爷的皮带。她为什么要拉着老板的皮带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？答辩人为了上位不择手段，他自愿向老板献身，他习惯了靠黏那些男人来找便宜。没有，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怎么解释答辩人那么做的意图呢？是因为我开了线，他想我解开点裤子，帮我补好裤裆。李小姐是你的同事，并不是你老婆。你这么说会不会有人信你呢？李小姐不是一般的职员，她在我那儿做了10年，就好像一家人一样。一对成年男女一点都不避忌做这种事，难道李小姐对你没有暧昧的意图吗？她这么做其实是想色诱你，从中得到好处。她以前曾经这么做，现在还是一样。你胡说，你别冤枉我！反对！反对申诉人律师做出毫无根据的推测。法官阁下，
我当事人给李小姐的那封信里说的很清楚的是，买了层楼给你住，以后就不用烦。而李小姐是用情妇的身份要挟我的当事人给她好处，而我的当事人也是逼于无奈，所以让她先住着。你乱说！因为我当事人怕被老婆知道，所以他一直以来都不敢收租。而李小姐也肆无忌惮地占着那层楼，死都不放手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我当事人现在已经和他老婆离了婚，再没有痛脚被攥住。够了，别再冤枉我了！法官阁下，我问完了。鉴于申索人和答辩人并没有签下任何租约，也没有打印印缴交任何物业税，所以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业主和租客的关系。据田土厅记录，该物业的确属于申索人的名下，所以本席宣判，申索人不得向答辩人追讨租金，但答辩人必须将物业交还给申索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美丽姐啊，你不要哭了，你又不是为了那层楼，没了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我当然不是为了那层楼了，我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瞎了眼。其实不止那个坏蛋，那个伟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我跟他可是同事啊，他为了打一官司就颠倒黑白的冤枉我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伟民那个坏蛋，跟他那个当事人一样，翻脸无情没人性。我真不相信他竟然能把事实歪曲成那样。就是啊，大家是朋友嘛，要不要为了赢官司做得这么绝啊？你真是没介绍错，伟民果然够狠。当然了，伟民最会咬住人不放了。白的可以被你说成黑的，有种。总之，现在达到你的目的就行了。我忽然觉得他很陌生。希望这是我们的错觉。